俄罗斯著名历史学教授索科洛夫不慎落水，救援人员紧急出动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位教授之所以会溺水，是因为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包裹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包裹，让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案浮出水面。包裹里装的不是拿破仑时期的宝藏，也不是学术研究的书稿，而是索科洛夫最心爱的学生安娜斯塔西亚的断臂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他们是怎样从师生发展到恋人，又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残酷结局呢？欢迎来到老何开枪，今天我们来讲一起发生在俄罗斯的真实事件。2019年11月9日破晓时分，一声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了圣彼得堡莫伊卡河畔的宁静。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有人落水了，快坚持不住了！快来人救救他呀！一名行人站在河畔大声呼救。他面前的河道里面有一位老人正在艰难地挣扎，但奇怪的是，这名老人没有发出任何求救声，那看样子似乎不会说话。不一会儿呢，河道边就聚满了闻声而来的人们，救援人员也赶到了现场，很快就将这位老人救了上来。此时人们才发现，这位老人穿着19世纪法国式样的宫廷礼服，看起来十分庄重严肃。如果呢不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，那就应该是一个顽固守旧的糟老头子。结合他身上那莫伊河的冰冷的水都未能冲淡的浓浓的酒味儿，那在场的人们啊，普遍认定他应该是后者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救援人员还是努力地进行了救治。此时呢，正处在俄罗斯的冬季，天气寒冷，刚刚落水的老人呢，浑身湿透，瑟瑟发抖，再加上醉酒的缘故呢，神志已经有点涣散了。无论这救援人员怎么询问他，那这位老人始终没有答复，无法确认身份呀，无法联系家属啊。可即使醉成这样呢，这位老人家的手里还紧紧地拽着一个黑色的包裹。无论是救援人员怎么努力，也未能取下，反而是惊醒了这位老人。此时人们才愕然地发现，他并非是哑巴，甚至神志清醒。他明确地告诉救援人员，他不需要救援，他也不需要送医，更不要动他手里的这个包裹。这位老人的冷漠态度让救援人员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但他们还是决定尊重他的意见不再动那个包裹了。不过他们还是商量之后呢，觉得这个老人应该是喝多了，最后还是强制的将他送到了医院。此时救援人员呢，并不知道的是，这位看似落魄的落水老人，那可是有着一层不得了的身份，而那个即使落水也不愿意松手的包裹内，装着一个惊天大秘密。这位老人名为奥列格·索科洛夫，今年63岁，是一位专门研究法国历史，尤其是拿破仑时期历史的这个著名历史学教授。现如今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任近现代史教授。他的家境十分显赫，父母是俄罗斯著名物理学家，曾在俄罗斯物理研究所任职，取得了不少成就。正是受这样家庭的氛围影响呢，索科洛夫从小就非常热爱学习，从天文地理到历史文学，那是科科优秀，可谓全才。1975年，索科洛夫呢，按照父母的要求报考了加里宁工学院，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大学的物理学院。但在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他并没有按照既定的安排从事物理学研究，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历史学研究上。面对索科洛夫的这一选择呢，父母并没有过多的阻拦。他们优渥的生活条件不需要索科洛夫呢为生活而困顿，而可以很有底气地支撑他去追求梦想。父母的支持让索科洛夫踏入了历史学的大门，可也正是这样，让索科洛夫走上了
不可挽回的歧路。在投入到历史学研究后啊，索科洛夫就迷恋上了拿破仑。他开始疯狂地收集关于拿破仑所有的历史文献，并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模仿拿破仑。不仅模仿拿破仑的穿着和言行，甚至还要求他的学生称他为陛下，俨然呢将自己就当成了拿破仑转世。在俄罗斯的历史学研究圈里呢，还有人戏称这位历史学家为21世纪的拿黄。但不得不说呀，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，首先要热爱这个事业。索科洛夫的疯狂让他在这个研究法国历史上取得了不少成就，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真相，并传播了法国文化。索科洛夫因此在2003年时被法国领导人授予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，相当于呢有了爵位在身了，等同于是贵族身份。医院来了这么一位大人物，这医院的院长、医生们他自然是不敢怠慢呢，他们立即制定了专人进行看护。但奇怪的是，索科洛夫并不接受他们的好意。在醒酒之后，他第一时间就想要离开。不过呢，由于冰水的刺激，他的这个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。医院怕他出事儿，一直不敢放人，并且呢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，这索科洛夫还一直抱着那个包裹他不放。为了方便检查呢，这医生护士啊前往劝导，保证不动这个包裹。这最终索科洛夫才同意松手了，并将这个包裹呢放置在索科洛夫可以一眼看到的病房墙角。索科洛夫的郑重啊，让所有人都感到了好奇啊，这个包裹内它究竟装了什么呢？结合索科洛夫的身份背景，不少人怀疑这里面装着索科洛夫研究的书稿啊。不过呢，这个包裹从外面看来呢，又不太像是书稿，所以啊，又有人提出了会不会是索科洛夫发现了什么拿破仑时期的宝物啊？这一下，有人就开始按捺不住了。当天晚上，一个小护士啊，偷偷地溜进了索科洛夫的病房。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包裹所在的位置，想要看看这里面究竟装着什么宝物，让这索科洛夫这么在意。趁着月光，他打开了包裹口，往里一看。这一看呢，没看到什么宝物，却看到了2只红瞎瞎的手臂。那瞬间呢，将这个小护士吓得是魂飞魄散，尖叫声是划破了寂静的夜呀，惊醒了索科洛夫。他知道已经瞒不住了，急忙起身想要逃出这间病房。然而小护士的尖叫声惊醒的可不止他一个人，没等他走出房门，那值夜的医生护士便赶了过来，将索科洛夫堵在了病房内。圣彼得堡警察局1天之内因为一个人出了2次警，不过第一次那是救人，第2次却是抓人。这一次面对警方的询问，索科洛夫不再装糊涂了，而是坦然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那个袋子里的手臂来自于他最心爱的学生，同时也是他现任女友的安纳斯塔西亚·叶申科。他亲手开火了结了他的生命，并将其分解抛进了莫伊河中。索科洛夫的话呀，如同惊雷一般，吓傻了在场的所有人啊！而且在袋子中，警方还发现了一把沾有红色液体的喷子，上边满是索科洛夫的指纹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警方不相信也得相信呢，索科洛夫干掉了塔西亚。据警方调查，塔西亚出生在圣彼得堡的一个普通工薪家庭，从小呢性格开朗，学习优异，在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圣彼得堡大学，从事历史学研究。但是与索科洛夫不同的是，这塔西亚的家庭条件相对较差，并不能支撑他读完大学。懂事的塔西亚呢，靠着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，并努力考上了研究生。也正是这一次
他投师在历史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索科洛夫门下，这个选择也成为了他悲惨遭遇的开始。在索科洛夫的学术大佬的外衣下呢，是一个充斥着暴力且占有欲极强的灵魂。他不仅学了拿破仑的穿着和语言，还将自己带入了这皇帝的角色。他将所有的学生都视为仆人，并利用学术上的优势地位与许多的女学生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。索科洛夫曾经有过3任妻子，每一任都是因为他出轨与家暴而结束了，并且他出轨对象大多都是门下的学生。年轻美貌的塔西亚自然很快就成为了他新的目标。在一次次教学传授中，这索科洛夫不断地拉近与这个塔西亚的距离，并且展现出了成熟男人的温柔与体贴，让出身普通的塔西亚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待遇。索科洛夫利用塔西亚对拿破仑历史的兴趣，频繁地邀请他出演拿破仑宫廷话剧，让他饰演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，而他自然而然地饰演的正是拿破仑。两人从话剧到现实的距离不断拉近，最终突破了禁忌的底线，走到了一起。两人如胶似漆，一起逛街吃饭，一起研究学术。塔西亚从不因为索科洛夫的年纪而烦恼，相反，他十分享受来自长辈的关怀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份关怀是有代价的。索科洛夫的婚姻并未结束，塔西亚自以为这段崇高的爱情不过是出轨的产物。当他得知这一切后，多次要求索科洛夫离婚，让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公开两人的关系。不料却遭到了索科洛夫的拒绝，再加上索科洛夫的性格相当暴虐，而且占有欲又非常强，他要求塔西亚无条件地服从他，听从他的一切安排，不允许他和其他男性交往，甚至还要求他断绝与家人的联系。这让塔西亚十分难受他越发觉得无法与索科洛夫继续下去了，想要分手结束这一切。然而要想跟索科洛夫和平分手，那可没那么容易在之前的某段恋情中，他就曾以毁容来威胁逼迫女友就范。这一次，当塔西亚在两人周年纪念日上提出分手时，索科洛夫愤怒了。他为塔西亚精心准备了浪漫晚餐，还买了玫瑰花。眼前的这个女人非但不领情，居然还想分手。怒火攻心之下索科洛夫快步地走到卧室，翻出了一把家伙就对准了塔西亚，怒吼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你想要跟我分开？”塔西亚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一下子就被吓懵了。可他的沉默却让索科洛夫越发愤怒。他随手拿起桌上的电话线，狠狠地勒住了塔西亚的脖子，疯狂地叫喊着：“让你分手，毁灭吧！”无论塔西亚怎么挣扎，索科洛夫的手都没有松开，反而是越勒越紧，直到塔西亚昏迷过去。此时塔西亚已经奄奄一息，但索科洛夫并没有就此罢手，而是拿起了家伙，朝着塔西亚的脸是连射4发，结束了这个女孩的生命。可怕的是，在索命之后，索科洛夫并没有任何的愧疚之心，而是淡定地将塔西亚的身体拖进卧室，并在第2天邀请了众多朋友来家中聚会。那在聚会上他疯狂地畅饮，跟着朋友们嬉笑打闹。没有人会想到，就在他们一墙之隔的卧室内，躺着一具冰冷的身体。而这个看似温和的明教授，居然会是一个索命狂徒在聚会结束后，索科洛夫送走了朋友，随即开始了他毁灭痕迹的行动。他将塔西亚的身体分解，用黑色的包裹装好，
随即呢，一趟趟将这些包裹拿到莫伊卡河畔，装进石头，沉入河底。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最后一趟时啊，他因为体力不支，他掉进了河里。因为此时他还没来得及往这个包裹里边装石头，他害怕包裹漂浮在水面会引起怀疑，于是就想着将这个包裹抱回去。没想到的是，警员们太过热情了，最终呢，才导致了罪行的暴露。搞清楚前因后果，警方立即出动，分兵两路，一部分人呢前往索科洛夫的住所勘察犯罪现场，固定证据；另一部分人则前往莫伊卡河打捞塔西亚的身体。在索科洛夫的住所内，警方发现了卧室的地板上有大量的痕迹存在，以及一件索科洛夫沾染了红色液体的衣服。经过 DNA 的检测，正是来自塔西亚。在莫伊卡河，警方顺利地打捞起了数个包裹，里面正是他们在找的东西。经过拼接与辨认，确认就是塔西亚。这位才刚满24岁的圣彼得堡历史学研究生，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美好的生活，就命丧在了最崇拜的男人手上。而最终因为酒后犯罪，法庭以不存在主观过错为由，仅仅判处了索科洛夫12年的监禁。一条生命12年，这个判决引发了舆论的批评。但不管最终结果如何，塔西亚不能复生了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19年的那个冬夜。而索科洛夫这位名教授也注定无法回到大学的课堂。最后啊，老贺想说一句，无论是你有多大的成就，首先要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否则无论你事后怎样的掩饰，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。而年轻女孩子也要擦亮双眼啊，不要被甜言蜜语所迷惑，否则付出的可能不仅仅是青春，还有生命。好了，您有什么想法呢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也欢迎订阅老贺开枪这个频道。我们很快会在下一个视频再见。记得无论何时都要保护好自己和你的家人，祝福好人一生平安。